这绝对是我见过最嚣张的黑人选手。在战胜中国选手后，竟然当众跳起了舞蹈，嘚瑟挑衅。在赛后接受采访时，更是当众大放厥词，羞辱中国选手都是不堪一击的东亚病夫。无论来多少个，他都会杀一个干干净净，片甲不留。此人正是来自美国的黑市拳王巴内特，他以庞大的体型和凶残的打法著称，并且在他的字典里永远没有武德可言。在一场比赛中，恶意采用违规打法，一脚狂踢中国选手的裆部，瞬间让中国选手失去了做父亲的资格。小伙子蹲在角落，疼得撕心裂肺。然而，他不仅没有丝毫愧疚，还张牙舞爪地抹白自己的罪行，最后更是言辞粗鄙地威胁赛事方，如果不判定他胜利，就要动用美国爸爸的势力来制裁。不过这一次老黑就要倒大霉了，碰上中国复仇勇士张伟明，被差点打断第3条腿，最后被一拳 KO 挺尸擂台。接下来我们看中国勇士是如何狠狠收拾这个嚣张美国选手的。比赛开始，中国选手没有丝毫犹豫，果断向前发起进攻，连续的重拳不断地锤击在对手的脸上。他在这场比赛中还是占据着些许优势的，宽厚强健的身躯外加上远距离的打击范围，使得他的拳头可以轻松地穿透对手的内围。而美国选手在综合格斗领域奋斗了数十载，经验也颇为老道，没有掌控绝对的时机，自然不会贸然出手。Another one to the inside. Haymakers made by swinging for the fences. If he connects, he can knock him down. 这个老黑不仅大肆叫嚣挑衅中国选手，还在发布会现场跳舞，提前庆祝胜利。他真的是脱了裤子打老虎，既不要脸又不要命。今天的山东硬汉势必要给他狠狠痛击。美国佬打不过，只能利用灵活的步伐不断游走试探。美国选手彻底急眼了，熊脾气上来了。无论中国选手使用什么样的进攻手段，他都牢牢地抱住大腿，将其逼入角落。山东大汉明显是比这个美国选手更加强壮的，美国佬根本无法撼动其半分。Now trying to find a room. Oh, he's out. Slipping away. Evans, he's breathing heavy a little. oh. 这时中国选手拳法突进，怎料被美国选手近身缠绕住。看这样子，他是不打算撒手了，因为将中国选手放归站立，老黑也只有挨揍的份儿。于是他决定搏一搏，尽可能为自己多争取一些机会。还是老套路，搂搂抱抱的也无法将中国选手带入地面，3番5次的近身缠绕，对于这位敢打敢拼、脾气火爆的山东硬汉而言，是个很不光彩的行为。He should be dirty boxing, but he's tied both his arms up with the double underhooks. So it happened. Yeah. 怎么美国选手突然倒地不起了？原来是中国选手不小心一个提膝的动作打中了对手的第3条腿，美国选手的反应就像是抽掉的脊柱一样，瘫软无力地趴在了地上，正好也让他体验一下断子绝孙的痛苦。刚刚也说了，中国选手是复仇勇士，不过这个复仇有多重定义。美国老黑索性地躺在地上不起来了，这眼泪也没流一滴啊，估计是他想讹赛事方的钱吧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发现自己躺在地上也没人搭理他，干脆不装了，摊牌了，自己还能继续打。比赛继续，中国选手可不想再给这个老黑一丝喘息的机会，他积蓄力量，锁定对手的头颅，就是狂轰滥炸，最后使出全力一击，将对手打翻在地。老黑挨了这一拳后是直挺挺倒地，瞬间昏迷不醒，躺尸擂台。我们来看回放，很明显，在近距离拼拳，老黑完全不占优势，挥出的多记拳头都成功命中了空气，这还打个毛线呢？完全就是被吊锤。最后一致判定中国选手张伟明以 KO 的方式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，美国选手惨败而归，哪里还有脸请求靠山？所以打铁还需自身硬，兄弟们，觉得精彩的话，为中国勇士张伟明加油！